现在想象你走进一座购物中心，左边那家开了很多年的服装店，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玻璃上贴着微档升级，敬请期待。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期待谁。再往前走，却有一家新开的学习机门店，家长带着孩子做题、测评，听销售人员讲 AI 怎么找出薄弱环节。旁边还开了一家香水店，一家户外用品店，以及2家看起来像是同一个设计师做出来的茶饮店。同一条走廊，有人在撤退，有人却还在花钱装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追踪了66座城市1619家购物中心，研究期内每关掉10家店，只补回大约 9.3 家。商场确实在收缩，但不是所有店一起变少。服装、美妆集合店和奢侈品牌在关，饮品、香水、香氛、学习硬件和部分运动户外品牌却还在开。如果先给一个答案，这些人在扩张的门店大致在做2件事，一种替顾客消除手机无法解决的犹豫，另一种满足不能等到明天的需求。但这是回答了一半，因为汽车同样需要到场体验，商场里的汽车体验店却也在收缩。所以真正要追的不只是顾客为什么来，而是他进来之后这块空间能不能赚到钱。这里是商业暗线，这一期我们来看一看商场每关10家店只补回9家，为什么还有人抢着开新店？普通人又能不能把这些开店数字当成机会？商场现在卖的是你非来不可。20多年前，购物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品牌和商品集中到一栋楼里。想看新款衣服，比较几台电视，试一款化妆品，都要去商场。那个时候，商场掌握的是货架，也是资讯，但电商慢慢拆掉了这个优势。到了2025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已经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6.1%。一件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商品，消费者可以在手机上看尺寸、查成分、比价格，最后等快递送到家。门店却要在商品卖出去以前，先支付房租、装修和员工薪资。不过商场并没有因此消失。2024年，中国购物中心的销售额仍然有大约 4.2 万亿元。大家不是不去商场了，而是走进商场的理由变了。商场不再只是让你买到一件商品，而要给你一个必须亲自来的理由。有些犹豫，手机替你消除不了。先说香水，护肤品可以查配方，彩妆可以比较色号，香水却有一个手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你闻不到。刚喷出来是什么味道，半小时后怎么变，落到自己皮肤上适不适合，影片都不能替你确认。报告显示，许多美妆门店在收缩，香水香氛的开关店比却达到 1.53。学习机也是类似的逻辑。家长担心的不是荧幕有多大，而是孩子愿不愿意用，所谓 AI 诊断到底有没有效。让孩子在店里做几道题，抽象的功能就变成了一次可以感受的决定。研究期内，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运动户外也一样，登山鞋不合脚，装备不适合使用环境，不只是难看，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消费者到店买的不只是商品，也是对尺寸、功能和安全的确认。香水、学习机和户外用品看起来毫不相干，做的却是同一件事，用一次到店，减少消费者付款以前的不确定性。另一类门店不一定需要复杂体验，他们只是解决一个现在就要的需求。你可以等3天买一件衣服，却很少有人走进商场后对口渴的自己说，忍一忍，我回家网购一杯奶茶。报告显示，餐饮是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大类。餐饮净增加的1239家门店中，饮品就贡献了1198家。正餐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饮品店的面积可以比较少，顾客的决策时间短，而且同一个人下周还可能再买。所以商场的新角色不再只是保存货物，而是消除犹豫或者满足当下。需要体验不代表这家店能赚钱。可如果需要体验就能活下来，汽车体验店应该比香水店更安全。买车价格高，决策复杂，也一定需要亲自体验。但报告里的汽车体验店偏偏在明显收缩，因为一家实体店真正要算的不只是顾客愿不愿意进来，而是这块空间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足够多、毛利足够高的交易。香水可以在一面墙上放很多款产品，学习机可以用几张桌子完成测评和销售，饮品店可以在比较小的空间里不断接单。汽车却需要更大的展示面积，同一位顾客几年才买一次，他看完以后还可能回家比价，最后在线上或者其他门店成交。所以顾客需要体验，只是一张入场券。体验以后能不能成交，成交的毛利能不能覆盖面积和人工，顾客多久会再来，才决定一家店能不能留下。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开关店比只是新开门店数除以关闭门店数。报告口径里的新增门店还包括正在装修、计划开业的门店。
它告诉我们品牌正在往哪里移动，却没有告诉我们每一家店的营收、毛利和回本周期。开店是一个动作，不是一张获利证明。品牌可以把店当广告，你却要用它付房租。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香水、户外和学习机都在扩张，普通人跟着开，不就比做服装安全吗？问题在于，大品牌开一家店和普通人压上一间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结构。顾客今天在商场试闻，晚上回家去官方网站下单，只要最后买的还是这个品牌，总部未必吃亏。品牌也可以用全国门店分摊供应链、广告和会员系统，但普通经营者通常只有一间店，你付的是这家店的押金，签的是这家店的租约，雇的是这家店的员工。顾客在你这里试完，转身去网络上找更低的价格，你不能拿品牌曝光增加了去支付下个月的房租。如果采用加盟或者联营模式，还可能是总部先取得加盟费和供货收入，单店经营者承担房租、人工和库存风险。很多加盟说明会最喜欢展示今年又开了多少家店，至于每家店多久回本、关掉多少，字体通常会突然变得很小。另一个问题是，商场里只要有人，店里总会有生意吧？客流要先变成进店，再变成付款。付款扣掉商品成本后的毛利，还要足以覆盖房租、人工和折旧。少了其中任何一步，门口再热闹，也可能只是在替商场证明它的位置不错。商场的韧性不能直接等于店主的利润。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最近一次去购物中心，主要是为了吃饭、喝东西、买商品、陪家人娱乐，还是只是散步、吹冷气？这个答案也许正好说明商场正在变成什么。准备开店以前，先做3个判断。如果你正在考虑开店或者加盟，不必先猜下一个风口，先做3个判断。第一，顾客为什么非来不可？不要回答线下体验比较好，而要说出一个手机无法取代的动作。他要试穿、试用、试闻，当场测评，还是现在就要吃、要喝、要被服务？如果顾客到店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摸一下网络上已经看过的商品，那你的门店很可能只是电商的免费试衣间。第二，这次到店能不能留下一笔属于你的毛利？拿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来算，不要拿开业前3天。多少人经过，多少人进店，多少人付款。顾客试完又去品牌官网下单，这笔收入最后算给谁？只有留下的钱能够覆盖商品、房租、人工和折旧，体验才从服务变成生意。第三，如果看错了，你能不能退出？租约签多久？装修能不能转用？库存能不能退？加盟费能不能拿回来？生意真正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第1个月没人，而是你已经知道方向不对，却还要为2年前的决定继续付款。所以普通人真正该看的，不是哪个品类开店最多，而是自己的资金、供应链和获客能力能不能撑起这种门店功能。开店最多的不一定是最后赚钱的。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商场空铺变多，为什么香水、学习机、户外和饮品店还在开？因为线下空间正在重新分工，有些店负责完成手机做不到的确认，有些店负责满足不能延后的需求。但汽车体验店的收缩也提醒我们，需要到场并不等于门店就能活下来。真正决定生死的是这次到店能不能在有限的面积和时间里转化成足够的毛利、复购和现金流。实体店淘汰的不是商品，而是那些无法证明顾客为什么非来不可的空间。如果你自己开过店或者做过加盟，真正拖累一家店的究竟是没人进来，还是有人进来却没有留下利润？如果你没有开过店，也可以想一想，你所在城市的商场这2年消失最多的是哪一种店？原来的位置又被什么店换掉了？这里是商业暗线，我们下期见。